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2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1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14.12，收盘价是215.49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17.58，最低价是在212.36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363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13 倍量增。KD 值，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上反转。MACD 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8月1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。我们会看到当日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在低位出现了反弹，收盘价超过开盘价，然后在盘中我们会看到有相对较大的成交量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盘内出现了反弹。那么日后股价能否继续反弹？那要看次日这根 K 线就是要出现一根不是继续，而是出现一根头头高、底底高的 K 线，然后收盘价能够站上这根8月1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17.58这个位置。那只有出现了这样一根 K 线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反弹。否则，这样的一根 K 线它是一根休息的 K 线。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上下影线相等的一个等长的一个小绿 K 线。那如果这是一根休息的 K 线，那日后如果低开低走呢，很容易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，我们再来看 K 线组合。K 线组合方面，我们来回顾一下之前的视讯，我们说这3根 K 线叫做连三红，这是一个下跌的 K 线组合的架构。连三红出现之后股价一定会下跌，或者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。那么我们会看到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象，就是收盘价在连三红最低的下方，并且有新低出现。那么连三红被瓦解，只有股价重新站上或者反弹站上这个连三红的最高，才能够瓦解这个下跌的动能。所以我们说股价目前的收盘价跌破连三红的最低，说明呢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行。对，那么如果股价继续下行，我们说那么也就是说要跌破这根休息 K 线的最低。那股价如果是反弹呢，在这个连三红的中线部分，也就是在230附近，它将是股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强压力。因为毕竟这样一根小的绿 K 带有大的成交量也预示着股价会反弹，所以我们说连三红的这个中线230将是一个强压力，也就是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遇到这个压力，如果不能突破，很容易在这个位置会出现反转向下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补充说明K 线组合的信息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，
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会在213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20。实际在8月18日收盘价是在215.49，是出现了下跌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，连三红之后，股价的收盘价依然在它的连三红 K 线组合最低的下方，那么后续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行，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对于8月2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下行，它的目标依然是213这个位置。213是6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这是一个回后再上涨齐涨的一根 K 线的最低。那目前在8月18日股价的收盘价并没有跌破它，虽然最低是回踩到了这个位置，但是收盘价没有跌破它，所以213依然是股价下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如果这个目标被跌破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00关口。那200关口呢，是一个整数关口，在到达它之前，我们会看到50日均线值，250日均线值是在210附近，或者209附近。那么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底高的上行趋势线，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呢是在205，也就是股价在到达200关口之前，这两个位置将会成为支撑。那这两个位置也是比较强的支撑，尤其是这个趋势线如果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这个趋势线呢，那么我们说股价将会进入更深度的回档。我们认为接下来会测试前低，也就是152这个位置。如果跌破了这条趋势线的话，好，这是我们说股价下行的两个目标。那下面178这个目标，我们等股价跌破200之后再去讨论它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出现这样一根小绿 K 线，并且带有大的成交量日后股价如果高开高走是很容易反弹的。那股价如果反弹，上方的目标我们也认为依然是这个连三红的最高是在241，因为它要瓦解这个下跌的动能。那只有站上它，股价才能够止跌，对，否则股价反弹到任何一个位置都有可能会遇压而继续反转向下。所以这是我们把241定成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的原因。再重复说明一下，我们刚刚在 K 线信息解读说230是这个连三红组合的中线，230它也是强压力。好，包括各条均线值。那么股价后续如果能够站上241呢，叫止跌成功，股价会继续反弹。继续反弹上方的第二个目标，我们给出是252，是8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么它呢，其实它并不是股价真正的目标位，股价真正继续反弹的目标是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。那对于8月21日来说，20日均线值是在246附近，那日后可能会持续下行这个20日均线值。那股价如果日后能够重新站上252呢，实际上也就是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。那股价在回档的过程当中出现反弹，并且反弹之后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呢，那我们通常称为叫回档成功，股价呢会出现上行的走势。对，所以这是我们把252定义为股价上行的第二个目标的原因。那一旦回档成功，
股价会继续上行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99.29。如果日后股价能够重新站上299.29呢，那也就可以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，对，股价会继续上行。好，这是上方的3个目标：241、252和299.29。那对于8月21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。我们先来回顾之前的这个观察位是218，是连三红的最低。那我们说股价在8月18日如果在这个最低的下方运行，是很容易收低的。对，好，对于8月21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，我们把这条观察位提升到222.5附近。222.5附近呢，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也在这个位置。那出现这样一个小绿 K， 并且带有大的成交量，那股价很有可能会反弹。那我们观察这个位置，就是说股价反弹到这个位置是很容易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的。那我们会看看是否能够突破它。如果股价在8月21日盘中能够突破它，并且如果收盘再能够接近甚至是站上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在日后继续向上反弹。对，这是我们把它设为观察位的目的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说股价如果下行呢，通常连三红之后再出现一个休息的 K 线，那股价下行是一个很正常的。对，好，那下行我们当然其实我们可以关注，一旦下行，我们其实要关注这条趋势线的焦点，就205这个位置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。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，因为8月21日是新的一个交易周的第一天。好，周 K 线图，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给出的几个目标位，2个目标位和观察位。上方252是股价如果出现反弹，我们给出的会到达这个位置。那下方的220说股价如果出现下跌，收盘价会在它的附近。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41，也就是股价如果能够在241上方运行是容易反弹的，如果在它下方运行呢是容易收低的。我们会看到在当周一直是在这个位置下方运行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 K 线信息，在8月14日当周生成的是一个含上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。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跌破了20均值。那股价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回档，收盘价如果跌破20均值呢，通常是要进入深度的回档的。然后我们再来看 K 线组合，这也是一个连三红下跌的一个K 线组合的架构。所以连三红之后股价会继续下行，或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。所以这样的信息呢，说明股价会继续下行。同时我们会看到股价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成交量是逐渐量增的，所以这也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下行。所以我们说股价在8月21日当周如果下行呢，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回踩到这条趋势线。这条趋势线和当周 K 线焦点是在203，这个可能趋势线会有一些误差，我们在日 K 线图当中是在205所以是在它附近。同时我们也会看到50周的均线值也会在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说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。对，但是我们强调强支撑不代表能够支撑住股价，只是说明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位。因为这条趋势线一旦被跌破，我们说股价会进入深度的回档，会测试
4月24日当周这根 K 线最低在152这个位置。对，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这个周 K 线图的解读。那么对于8月21日当周，我们给出如果股价下行，我们给出一个目标位是在207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收盘在207附近，在周收盘价的位置。然后如果股价出现反弹呢，上方的这个位置我们要把它调整到237。对，如果反弹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到达这个位置。那这个位置也是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也在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说看看如果股价反弹是否能够也就是反弹到5均值这个位置。然后在周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在225附近。225呢，我们会看到它既是这个实体长红 K 线的中线，同时当周新生成的20均值也在这个位置，所以也就是在新的一个交易周啊，我们要关注如果股价出现反弹，是否能够重新站上这个20均值，并且在它上方运行，只有这样股价才能够反弹到高位，否则股价到这个位置很容易会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的。所以这是我们给出的周中的观察位225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我们再来回到日 K 线图，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对于8月18日这根 K 线，我们说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，我们不会给出强反弹的或者做多的进场建议。虽然它是绿 K， 并且有很长的很大的成交量，而且股价在周中出现了在盘中出现了反弹，但是这样一个上方有这样的一个缺口，然后呢，这根 K 线是一个上下影线等长，而且上影线略长。那这样一来啊，实际上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大的多头的力量的介入，股价是很难去继续反弹的，并且上方的压力也是非常重，也是非常多的。所以在这个位置，在技术上我们不建议进场抢反弹或做多，除非它是一根含有长长下影线的，我们可以进场，然后守这根 K 线的最低，对，或者说是收盘价，比如说在前低之上，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，或者甚至是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那这都是技术上的强反弹的进场点。所以在这样一个位置，这样的一个收盘价在技术上我们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股价在8月21日开盘之后，无论是高开低开，一定会有空头继续的进入。那么对，一直到上方的222，一直会有空头的进场。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守上方的这个241，也就是守这连三红的最高。那他们的目标一定是要到200关口，对，是这个位置。那如果股价出现高开盘，日后继续反弹，我们认为股价如果反弹到这个位置，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那在这个位置一直到上方的241，也依然会有空头的进场。那他们的目标应该是212，然后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守20均线值。对，好。这是我们在对于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2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。谢谢大家。
好，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上方的缺口218到219之间，第二个压力位是222到223，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。第三个压力位是233，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。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第一个目标是212，对，同时也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。然后呢，接下来的目标是205，我们把它设定在当日 K 线和这条趋势线的交点。第三个支撑就是200关口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8月2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2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我们要给出2个方向。那第一个方向就是说股价会出现下跌，对，如果出现下跌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14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0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10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下跌，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1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跌。好，另外一个方向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。如果出现反弹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5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24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22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我们再给出第二个可能，如果股价既不下跌也不反弹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继续出现一个横盘。对，如果出现横盘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22.5，然后最低下方会到达214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215附近。也就是说，股价的出现这个横盘很有可能会高开高走，然后遇到压力而再被压回。对，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2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